我跟你讲，世间上的人啊，常常把因果看反了，把福报也看偏了。咱们普通人最羡慕什么人？一种是家财万贯的大老板，都觉得人家福报深厚，这辈子享尽荣华；另一种是修桥补路的大善人，这种人来生必定前往极乐世界，再不济也能投胎富贵人家。你想想看，对不对？但是我告诉你们，老祖宗的智慧里头有一句非常狠的话，点破了生死的玄机。福报极大的人，临终的时候往往比普通老百姓更危险。哪怕是那些一辈子做了很多善事的大善人，在咽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只要心里有一个念头没转过来，死后根本没去成什么极乐世界，反而披毛戴角，直接掉进了畜生道。你听了可能要跳起来，说这怎么可能？人家那么大的福报，这辈子没做伤天害理的事情，怎么会去做畜生呢？你们要晓得，福报这个东西是一把极其锋利的双刃剑，你用得好，它是你往生善道的垫脚石，可是你一旦用不好，心里对这些福报起了贪恋，它就是一碗穿肠的毒药。为什么这么说？佛法讲得很清楚，人活在世上，不怕你享受福报，不怕你穿好衣服住大房子，也不怕你手里攥着千百万的家产，就怕你死死咬住这个福报不放，心里起了深深的执着。为了把这个道理讲透，我们必须先弄明白人断气的那一刻到底是个什么状态。老祖宗管这个肉身死后投胎之前的阶段叫做中阴身。什么叫中阴身？就是你肉体这台机器坏了，停摆了，呼吸没有了，心跳停止了，但是你的神识，也就是咱们常常说的灵魂，它还没有去到下一个地方。这中间有一段悬空的时间，就像是在两个世界中间的一个中转站。在这个生死的中转站里，没有肉体管着你了，没有现实世界的法则约束你了，那靠什么决定你下一步去哪里？靠的是业力，靠的是你临死那一刻心里最放不下的那股巨大的心理惯性。我常常讲中阴身的时候，人的神识是非常灵敏的，你活着时候的一个小念头，到了那个阶段会被放大几十倍，成百上千倍，这股被放大的惯性大得不得了，就像是一个超级强力的巨大吸盘，你心里装了什么最重的东西，它就把你往哪个频道里猛吸。这时候呢，你再去看看那些穷苦了一辈子，或者平平凡凡过了一辈子的人，他躺在病床上，可能两手空空，银行里没多少存款，家里就2间老屋，几件旧家具，儿女也是普通老百姓，各过各的苦日子。他在临终前叹一口气，心想算了算了，这辈子苦也吃够了，啥也没落下，现在要走了，走就走吧，全当是解脱了。你看他心里没有那个死死咬住不放的牵挂，反而因为这种无奈的放下，走得很洒脱。他那个神识是轻飘飘的，没有什么重物坠着，反而不容易往下堕落。可是你转过头来再看看那些福报极大的人，那些一辈子打下了大江山，攒下了大家底的人，甚至享受着极高社会地位的人，他们在那个时刻的处境就完全不一样了。你想想看那个画面，他躺在加护病房里，身上插着管子，眼睛盯着天花板，这个时候他心里翻江倒海的都是些什么？是银行里那8位数的存款密码，是还没交代清楚的大企业，是一柜子红彤彤的房产证，是那些平时围着他转，把他当老太爷一样供着的儿女子孙，哪怕是个到处修庙的大居士，他心里念叨的可能也是
我这辈子捐了多少钱，我功德多大，他心里那个痛啊，那个不甘心啊，他在心里咆哮，这些都是我辛辛苦苦打拼下来的，是我一辈子攒下的家业，凭什么我现在就要两手空空地走了，全都要留给别人了？那种痛彻心扉的舍不得，在临终那一刻瞬间化作一块重达1000钧的巨石，死死压在他的神识上。很多人不明白什么叫堕落的机制，老祖宗看得很明白，你越是舍不得什么，那个东西就变成绑住你脖子的铁链，你的福报越厚，你心里的贪恋和傲慢就越重，这个铁链就越粗越结实。到了中阴身的阶段，这块1000斤巨石直接拖着你的灵魂，没有任何商量余地，往下三道猛烈的拽。下三道是什么？就是地狱、恶鬼、畜生。很多人以为平时有钱多烧几炷香，临终的时候拼命念几句佛号，甚至花大价钱请人来做法事就能得救。可是你摸着良心问问自己的内心，你的心里早已经塞满了存折，家底乖孙子塞满了对自己一辈子成就的骄傲，连一丁点缝隙都没有了。哪怕是真的有光来接引你，你那个极其沉重的接引力死死咬住这个人间不放的念头，也会把你像一块铅一样死死钉在地上，根本飞不起来。这世上啊，有太多人被表面的风光给骗了，以为福报大就是天大的好事，却不知道这巨大的福报里头往往藏着好几道致命的催命符。这些催命符平时你根本看不见，他们化妆成各种好听的名字，什么家族财富啊，伟大的亲情啊，无量的功德啊，光鲜亮丽的很。可是等你真正到了生死关头，他们才会露出真正的面目，化成一条条带血的绳索，把你五花大绑，直接拖进6道轮回里最愚痴的境界。那到底这福报里藏着哪几道催命符？神识又是怎么恰恰好跟畜生道对上频率的？我们今天就把这些因果玄机给你们一样一样的拆解开来。你们在座的，只要还有一口气在，只要还想在人生最后一关体体面面的转身，这几道催命符你必须要认识清楚。一旦认清了，你这辈子的日子该怎么过，才算真正找到了活路。这第一道催命符啊，是什么？就是对物质财富死死咬住不放的那个贪恋。很多人觉得我这辈子规规矩矩，自己辛苦赚来的钱，我贪点自己的财有什么关系？我不偷不抢啊！你们要晓得，佛法讲得很清楚，贪念是不讲情面的，哪怕这钱是你正当挣来的，只要你对它起了极其猛烈的执着心，这个念头就是直接通向畜生道的车票。你想想看，畜生道的根本特点是什么？你们去看看那些流浪狗，平时它摇着尾巴挺乖的，可是一旦它趴在那里吃东西，你稍微靠近一点，它马上喉咙里发出低低的护食声。畜生最根本的本性就是护食占有，死死霸占住属于它的一丁点地盘。当你在这个世上福报极大，存折上的零数都数不清，你每天脑子里盘算的就是这是我的钱，这是我的房子，谁也别想拿走。到了中阴身，肉体一断气，你这个死死占有的念头不仅没有消失，反而会像生了根一样把你拉住。在这个生死关头，你那个满心满眼只想护住家底的频率，跟佛菩萨那种清净无为的频率根本对不上，可是恰恰好就跟畜生道那种护食的磁场接轨了。一接轨，业力的风一刮，直接就跟着去了。禅门公案里
有一桩非常发人深省的真事，讲的就是这个极微细的因果。有一位修为极高的老住持，法号叫法融。这位法融老和尚啊，那可不是普通的出家人，他讲经说法几十年，底下信徒十几万，一辈子见识安生，做了无数的好事。其实这位老修行平时是很洒脱的，人家供养他几百上千万的香火钱，他眼睛眨都不眨，全拿去修庙印经书，发给穷苦老百姓。普通的金银珠宝他根本看不上。按理说这样大福报大格局的修行人，走的时候肯定是稳稳当当去极乐世界了，对不对？可是偏偏到了晚年坏事了。有一回，一个家里极其阔绰的大施主，为了报答法融老和尚的恩情，专门找了最好的能工巧匠，用十足的纯金给他打了一只金钵盂。这只金钵不仅是足金打造，上面还紧刻着非常精美的莲花纹，捧在手里沉甸甸的，在灯光下一晃，金光灿灿，真是一件绝美的艺术品。老和尚一辈子没贪过什么名利，偏偏看到这只金钵的时候，心里那个贪的弦被轻轻拨动了一下，他喜欢得不得了啊！从那以后，这只金钵成了他的命根子，他平时根本舍不得拿出来用，找了个极其严实的木匣子，装得妥妥当当，塞在自己禅房床底下的最深处。每天夜深人静，徒弟们都睡下了，法融老和尚点着一盏如豆的油灯，悄悄弯下腰，把那个木匣子拖出来，打开盖子，拿一块极其柔软的棉布，把那只金钵擦了又擦，摸了又摸，看着金钵发出的光，他心里那个舒坦，那个满足啊！擦完了再小心翼翼地收好，推回床底下，一辈子修行的清净心全拴在这只金光闪闪的盒子里了。日子一天天过，法融老和尚终于到了寿终正寝的时候，他病倒在床上，气若游丝，连话都快说不出来了。当时寺庙里几十号和尚围在禅房里，点着檀香，敲着木鱼，齐刷刷的给他念佛，想送师父最后一程。大家心想，师父功德这么大，待会儿走的一定非常安详。可是法融老和尚躺在那里，满头都是虚汗，他根本听不进大家的念佛声，一双眼睛定定地望着床底下那个藏着金钵的角落，他的手抖抖嗦嗦地从被窝里伸出来，指着床底，嘴里含糊不清的叹气，那种深切的舍不得放不下，全写在老人家脸上了。最后他带着这股极其沉重的牵挂，一口气没上来，就这样圆寂了。老和尚虽然走了，但日子还得过。徒弟们把他安葬之后，回到禅房打扫，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每天晚上，这间空荡荡的禅房里，尤其是床底下，总会传出呱呱的蛤蟆叫声。这叫声不是那种聒噪的吵闹，而是透着一股深深的执念和哀怨，听得人心里发闷。有一天，大徒弟进去彻底打扫，拿扫帚刚碰到床底下的木匣子，突然一只胖乎乎的蛤蟆蹦了出来。这只蛤蟆哪里也不去，就趴在这个装金钵的匣子上，死死地抱着它。谁要是稍微靠近，它就把身体鼓得大大的，发出那种护食的低沉声音。后来一位跟法融老和尚同门真正有修正的高僧云游到此，他走进禅房，看了看那只趴在盒子上的蛤蟆，眼泪当场就下来了。他蹲下身，对着蛤蟆叹着气说，法融师兄啊，你一辈子讲经说法，修了那么大的福报，怎么临终一念贪执，就为了一只金器，连极乐世界都不去了？
躲在这里当个守物的可怜众生啊！那只蛤蟆听了这番话，鼓胀的肚子猛地一瘪，竟然两眼流出眼泪来，朝着老高僧的位置深深地低下了头。我告诉你们，听这段公案，你们可能会觉得这是一段的故事，可是如果你们稍微往自己身上想一想，那是会出一身冷汗的。这位法融法师一辈子修行，功德多大，福报多大，就因为临终那一刻心里时时挂念着一件心爱的东西，神识直接就变成了蛤蟆。蛤蟆是什么？就是一天到晚趴在阴暗的角落里，死死护着一点点地盘，坐井观天跳不出去的众生啊！你们在座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你想想看，仔细反省一下自己，你们现在肯定没有别人供养的金钵盂，但你们床头柜里那个锁得严严实实的铁盒子里有什么？是不是藏着你呢一辈子攒下来的几根金条，几件老玉镯子，几张大额的存单？你的存折密码是不是连老伴亲生骨肉都死死瞒着，生怕别人看一眼？你是不是每天晚上睡觉前脑子里都要把那几张银行卡的数字过一遍，确认钱还在，心里才能踏实？这跟那个半夜爬起来摸金钵的法融老和尚有什么区别？根本没有区别。我跟你们讲，钱财在手里，只是让你这辈子生活有个保障，老了不求人，用得舒服点，这是你的福气。一旦你把这些钱财当成了你的命，把它死死攥在手里，不肯松开一点点，这就是在喂养你心里的那只蛤蟆。等你到了临终躺在床上的那一刻，你想跟着光走，可是你脑子里全是你那一堆存折房产，谁动一下你的钱，你心里就不痛快。就凭这股极其猛烈的护食的贪恋，这股沉重的业力直接就把你拉下去了。所以老祖宗说，福报大的人危险，危险就在这里。穷人临死大不了一床破棉被，谁爱要谁拿去，他走得轻盈。可是你有花不完的存款，你有好几套市中心的房子，你割舍得下吗？你放得开吗？你临终躺在那里，心里那种丝丝缕缕的牵挂和不甘，就是把你直接拖进下三道的强力磁铁。你看，这第一关对物质的极度贪恋，就把多少有福报的大善人给拦在了善道门外。可是你们不要以为不贪钱就万事大吉了。很多人会拍着胸脯说，我不贪财，我这辈子为了儿女付出了一切，我的钱全给了孩子，我连命都可以给孙子，这总算是大爱无私，总能上去了吧？如果你这么想，那是大错特错。这接下来要讲的第二道催命符，不知道害惨了多少自以为慈悲的老父亲老母亲。这第二道催命符啊，比起贪财藏得更深，包装的也最华丽。它的名字叫做情，也就是老祖宗经常提起的吃毒。很多人觉得我这辈子不贪钱财，我为了这个家，为了儿女，付出了我所有的青春和心血，哪怕到了临终，我心里想的全是我的孩子，连命都可以给他们。这种感情多么伟大，多么无私啊！难道佛菩萨还会因为我爱自己的孩子就把我打下畜生道吗？我告诉你们，天地间的因果法则是不跟你讲人情世故的，佛法讲得很清楚，感情到了极点，哪怕包装的再伟大，它的本质依然是一个字，痴。什么是痴？就是看不透事物聚散离合的真相，死死地粘在上面，像一块强力胶一样，怎么撕都撕不开。你以为那是大爱，但在中阴身的那个生死关头，这股极其猛烈的放不下的牵挂，就是轮回里最初最结实的一根铁链。你们要晓得，
畜生道最大的特点，除了前面讲的护食，还有一个就是愚痴和只认实理。你看那些动物，不管是老牛舔犊，还是母鸡护小鸡，那就是一种完全没有智慧，纯粹出于本能的死死依恋。当你临终躺在床上，如果你的心里完全失去了清明，满脑子都是我放不下我儿子，我孙子还小怎么办，你的神识就会陷入一种极其浑浊粘稠的频率当中，这个频率咔嗒一下就和畜生道的频率完全对上了。早年我在台湾的时候，曾经听一位在深山里闭关的老修行人叹息过一桩发生在他身边的真事，那都是几十年前的事了，但今天听起来依然让人浑身冒冷汗。那个时候台北有一位做生意做得极大的大老板，这位老板福报非常大，身价亿万，平时在商场上那是叱咤风云，雷厉风行，他什么都不缺，唯一的遗憾就是他有一个患有重度抑郁症的独生女儿。这女儿整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说话，甚至好几次试图寻短见。这位父亲所有的软肋全在这个女儿身上，他哪怕是在开着极其重要的董事会，只要家里保姆打个电话说小姐今天情绪不对，他能立马推开一桌子的人，满头大汗地跑回家。他请了最好的医生，甚至花重金请人来做法事，但女儿的病就是不见好。他对女儿的爱已经到了神经质的地步，整夜睡不着觉，就怕自己一闭眼女儿就没了。后来这位老板自己身体垮了，查出了绝症，没拖几个月就到了弥留之际。那天在高级病房里，仪器滴滴答答的响，老板知道自己不行了，他的太太、公司的副总都在床边哭，他看都不看一眼，就是死死抓着那个脸色苍白的女儿的手。他当时眼睛瞪得大大的，里面全是绝望和极其强烈的不舍。他喘着粗气，一字一句地对女儿说：丫头啊，爸爸放不下你啊，你这个样子我怎么敢闭眼，你听着，爸爸就是死了，哪怕是变成飞禽走兽，我也要守在你窗户外面，看着你，护着你。说完这句话，他眼角的泪一滚，抓着女儿的手猛地一紧，咽气了。你们想想看，在一个父亲生离死别的时候说出这样的话，世间人听了谁不感动，谁不夸一句父爱如山。可是那个老修行人跟我讲，这位老板咽气的那一瞬间，他那股执着到了极点，怨恨到了极点的痴念，直接化作了一股黑气，把自己死死地罩住了。他根本看不见什么接引的佛光，他满脑子唯一的执念就是我要留下来，我要守着他，只要能看着他，我做什么都行。结果怎么样？老板走后大约过了半年，女儿的病情依然时好时坏，但是家里人发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有一只通体乌黑、长得像玄鸟一样的大鸟突然飞到了女儿房间的窗台上。这只鸟不怕人，赶它也不走。女儿在房间里哭，这只鸟就在窗户外面急得来回扑腾，用尖尖的嘴巴拼命地啄着玻璃。女儿要是偶尔下楼在花园里散步，这只鸟就一定停在离它最近的树枝上，歪着脑袋，眼睛死死盯着它看。有一天，那个闭关出来的老修行人正好路过他们家那片别墅区，看到了这只停在墙头上的大鸟。老修行人停下脚步，定定地看了这只鸟很久，忍不住双手合十，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保姆觉得奇怪，就问师父叹什么气。老修行人眼眶微红，摇着头说：吃啊，
太迟了。为了那一句放不下，堂堂一个亿万富翁的大福报全被这股情子给烧干了，现在只能披上这一身羽毛，连句话都说不出来，天天只能在窗户外面干着急，这又是何苦呢？老祖宗讲的情不重不生娑婆，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这位父亲以为自己是爱女儿，其实他是在害自己。他不仅害得自己堕入了愚痴的畜生道，每天承受着看得见却摸不着说不出的极大痛苦，而且他这股极其阴沉的执念磁场天天挂在女儿窗外，女儿的病怎么可能好得彻底？在座的各位老哥哥老姐姐们，你们平时凑在一起是不是也经常念叨，哎呀，我那个儿子从小身体就弱，我死了都不放心啊。我告诉你们，这就叫糊涂，这就叫没智慧。你们以为这种操心是爱，是对家庭负责任，其实这背后是对因果的极度不信任。每个人生下来都有他自己的路要走，有他自己的福报和苦难要受。你以为你是神仙，你以为离了你地球就不转了，你的儿孙就活不下去了。到了你要走的那一天，你如果心里还装着这些乱七八糟的牵挂，你躺在那里听着耳边儿女哭着喊，妈你别走，你心里那个软啊，那个撕心裂肺啊，你死死抓着床单不想走，就这一念的痴，你的神识就会变得极其沉重。你心里想着我要回去照顾他们，我要陪着他们，那因果律多准啊，马上就满足你，给你换个身子。这个道理很简单，老祖宗让你在临终的时候放下，绝对不是让你变成一个六亲不认的冷血动物，而是要你明白世间的缘分，缘聚则生，缘散则灭。你这辈子作为父母的责任已经尽完了，该给的爱已经给过了，剩下的路是儿女自己的因缘，你插不上手，你也管不了。你只有在那个时刻心底真正坦荡了，一咬牙把这根叫做骨肉牵挂的铁链子给斩断，你才能身轻如燕，跟着清净的光明走。你要是真的爱儿女，你就自己修得好好的，往生善道，在天上保佑他们，这才是真正的大爱。你要是想着陪着他们，反而掉进畜生道，那是愚痴到了极点。可是有些人听到这里可能会说，南师啊，我不贪财，也不怎么执着儿女，我这辈子行善积德，脾气也还算直率，总算是个正派人了吧。我告诉你们，最难防的往往就是这种所谓的正派人，因为他们的福报大，但随之而来的傲慢心和嗔恨心也往往大得惊人。这第三道催命符就藏在那些自认为我没错，我做了大好事的傲慢里头。很多做了一辈子善事，或者在社会上有头有脸的老先生，福报确实深厚，走到哪里人家都高看一眼。但这种福报如果心里没有那种彻底谦卑的智慧，往往就成了滋生傲慢的温床。你帮了别人，心里总觉得这是我给你的恩惠，你要感恩戴德。别人稍微不顺着你的意，你那股无名火马上就起来了。这种带着我执和嗔火的福报，死后最容易变质。为什么？因为这种念头里带着太强的自我，一旦断气，这种想要凌驾于众生之上的能量场，恰恰就和那些在山林里称王称霸、脾气暴躁的精怪磁场连在一起了。清代的纪晓岚就在书里记载过一个让人脊背发凉的真事。那时候有一个做县令的读书人，这位县令那是正儿八经考取功名的，一辈子为官清廉，
从来不收百姓一分钱的贿赂，甚至为了给老百姓修路，把自己家里的积蓄都贴补进去，在当地那是有口皆碑的大善人。老百姓家家户户都供着他的长生牌位，福报大得不得了。但他有一个致命的毛病，就是脾气特别傲，特别刻薄。他觉得自己读了圣贤书，又做了这么多造福一方的善事，腰杆子硬得很。他在衙门里看谁都不顺眼，觉得下属都是蠢货，觉得上门求助的百姓没规矩。谁要是办事慢了一点，或者说错了一句话，他那个脸立马就拉下来了，拍着桌子骂人，那声音震得衙门窗户都响。他觉得自己是在行使正义，是在教化愚民，可是他心里那个嗔恨啊，那个傲慢啊，真的是把周围的人都当成了奴仆。后来这位县令老了，病重在床，他在临终前还躺在床上指挥着全家人要把他那一辈子的功德写进碑文里，甚至还为了碑文上的一行字对着儿子大发雷霆，把茶杯摔得粉碎，指着儿子的鼻子骂他是个没用的东西。骂完气得胸口一堵，就这么咽气了。他走的那天正好是这县城大旱的时候。你们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吗？就在县令咽气的那一刻，他家院子外头的牛棚里，一头母驴正好生下了一头小驴，但这头小驴生下来就怪得很，两只眼睛死死盯着县令的产房，嗓子眼里发出那种哼哧哼哧的非常倔强的喘息声。连吃奶的时候，要是母驴动作稍微慢一点，他就用后腿乱踢。后来这头驴慢慢长大了，县里换了新县令，那新县令是个极其严厉的人，正好遇到了修河堤的大工程，这头驴成了全县城最倔也是最命苦的一头驴。他那个脾气啊，简直跟以前那个老县令一模一样，车把是稍微赶得急一点，他就死活不动，趴在地上喘气，还要用那种非常凌厉的眼神瞪着赶车的人。后来有一次，车把是气急了，拿着鞭子狠狠抽了他几下，这头驴竟然发出了一声极其愤慨的哀鸣，那声音里透着的不是驴的叫声，倒像是一个人在极度愤怒下发出的嘶吼。那一刻，路边一位懂得因果的老书生正好经过，看到这一幕，听着那驴的叫声，心里顿时全明白了。他长叹一声说，这就是那一身清廉却傲慢刻薄的县令啊，修桥补路，他是有福报，所以今生能托生个强壮的身体，但他那股刻薄，那股看不起人的傲慢嗔心，让他只能在这鞭子底下做畜生，受这份苦。这不就是因果吗？你们要晓得，做善事没错，清廉也没错，但如果你的心是硬的，是傲的，是看不起人的，你的福报就在这傲慢心里面全部漏掉了。很多人晚年退休了，手里有点退休金，儿女也孝顺，生活条件不错，在邻居面前，在儿女面前，是不是总喜欢摆出一副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米还多的样子？家里人稍微有一点点不对你的心事，你是不是立马就要拉下脸来，或者唠叨个没完没了，非要让别人听你的不可？我告诉你们，这就是那头倔驴的种子，这种带着傲慢的嗔心，就是你修行的绝缘体。你觉得自己是长辈，理应受到尊重，你觉得自己做了贡献，理应被听从。这种执着在天地神明眼里就是最沉重的业障。老祖宗讲得很清楚，修行的目的是为了什么？为了让我们的心越来越柔软，越来越谦卑，像水一样去润泽万物，而不是像石头一样砸在别人头上。如果你仗着自己有福报，
仗着自己年纪大辈分高，就随随便便发脾气，就看不起这个看不起那个，哪怕你这辈子做的善事像山一样高，临终那一刻你那个傲慢的嗔心就是最快的催命符。所以我常常提醒你们，千万不要看不起人，千万不要觉得我很有理，在因果面前谁都没有理由去傲慢。那些脾气倔得像驴一样，总觉得全世界都欠他的人，死后投胎成那种任人鞭打的畜生，真的是一点都不冤枉。可是有的人又说了，南师，我脾气好，我不贪财，也不执着儿女，我活了一辈子，最喜欢的就是吃点好的，享受点好的，这总没罪吧？这就涉及到了第4道更加隐蔽，也是现代人最容易陷进去的催命符，那就是对感官享受的彻底放纵。你们要晓得，现代人福报大了，手里有钱了，最喜欢干什么？就是享受买大别墅，开豪华车，这些倒也罢了，最可怕的是在吃喝玩乐、男女感情上的彻底放纵。很多人觉得我这辈子没偷没抢，我花自己的钱享受生活，就算风流一点，吃的讲究一点，这有什么错？这就是不懂天地因果的法则了。佛法讲得很清楚，一个人的福报是有定数的，你这么个毫无节制的挥霍法，老祖宗有4个字叫路尽人亡。更致命的是，你把福报全砸在这些感官刺激上，你的神识就会变得极度昏沉，极度浑浊。这第4道催命符就是对感官欲望的死死贪恋。你想想看，畜生脑子里一天到晚想的是什么？拨开来看，其实就2件事。第一是吃，为了护食可以拼命；第二就是繁衍后代，也就是交配那点事。当你活在这个世上，仗着自己有钱有势有福报，天天脑子里盘算的都是去哪里吃野生海味，怎么在外面风流快活，你那个原本清明的灵气就全被这些浑浊的欲望给糊住了。等你断气的那一刻，你的神识里全是一团浆糊一样的肉欲和情执。那个时候，佛菩萨那种清净光明刺眼的境界，你根本待不住，你会觉得害怕。相反，你只能感应到那些跟你一样浑浊充满欲望的磁场，顺着那个熟悉的味道，一下就钻进畜生的肚皮里去了。几十年前，我碰到过一位修道多年的老道长，这位老道长清修了一辈子，能看透一些前世今生的因果纠葛。有一天下午，他带着我到当地一个非常大、风景很好的公园湖边散步，湖里有很多野鸭子、水鸟，其中有一对水鸟，羽毛特别鲜艳漂亮。那只雄鸟成天什么都不干，就是追着雌鸟跑，在水里死死纠缠。要是别的雄鸟靠近一步，它就发疯一样扑上去跟人家撕咬，打得水花四溅。老道长停下脚步，指着那只在水里扑腾得最欢的雄鸟，叹了一口气，跟我讲了它的来历。老道长说，这只水鸟上一辈子可不得了，是当地一个出了名的富家公子哥，家里极其有钱，父母给他积攒了天大的家业，他自己也长得一表人才。这小伙子福报大，生下来就掉在福窝里，一辈子不需要为吃穿发愁。但他拿这天大的福报干了什么？全挥霍在吃喝玩乐和玩弄感情上了。他仗着有钱有貌，换女朋友就像换衣服一样，把人家清白的女孩子骗到手，甜言蜜语说尽，等人家动了真心，为他伤心流泪，甚至为他寻死觅活的时候，他根本不在乎，拍拍屁股就走，转身又去寻找下一个刺激。他觉得这叫本事，叫有魅力，叫风流倜傥。在口腹之欲上也是一样，
顿顿都要吃那些稀奇古怪的活物，觉得这样才配得上他的身价。到了30多岁，这公子哥因为天天纵欲，夜夜笙歌，身体其实早就成了一个空壳子。有天夜里，他在外面喝得酩酊大醉，突发疾病，一口气没喘上来，直挺挺的就倒在包厢里死了。老道长看着湖面，摇着头说，他死的那一刻，脑子里根本没有一丝一毫的清明，也没有半点对自己辜负过的那些人的忏悔。他满脑子想的还是昨天晚上那个没到手的漂亮女人，心里那团欲火还在熊熊烧着，带着这么一股极其强烈的色欲和情执。他死了以后，神是浑浑噩噩的，因为他一辈子把感情当儿戏，只追求感官上的刺激，这种频率完完全全就是动物的频率，所以夜里一牵引，直接就被吸到了这片湖水里，投胎成了这么一只只知道繁衍的水鸟。老道长看着那只水鸟对我说，你看它现在羽毛多光鲜，还是改不了那个风流的本性，一天到晚只知道追着异性跑，可是他做人的那个灵明，那个能听闻佛法的智慧已经彻底没了。这一世做完了鸟，下一世还不知道要沦落成什么低等的虫子，这天大的福报全让他这几十年给糟蹋得干干净净，真是可悲啊。这个道理很简单，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我们有理智，有道德，能控制自己的本能。如果你放纵本能，把别人的真心当泥巴踩，天天只想着那点事，那你的内在频率早就和飞禽走兽一模一样了。临终的时候，哪里还需要什么阎王爷来审判你？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你的神识自然而然就跟着那些禽兽的队伍走了。在座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你们听完这个，回家一定要好好敲打敲打家里的年轻人。现在社会风气变了，很多年轻人仗着长得好看，仗着家里有点钱，把感情当儿戏，今天换一个，明天换一个。有些长辈不仅不管，还觉得沾沾自喜，觉得自家儿子有本事有魅力，带回来的女孩子一个比一个漂亮。我告诉你们，这就是在看着自己的子孙往火坑里跳，把别人的感情当玩物，那就是在造极重的业，那是拿着刀子在割自己的福报，拿自己的神识在泥潭里打滚啊！你欠下的那些情债，那些眼泪，全都是要用你下辈子的灵性去还的。还有那些为了满足口腹之欲，什么野生动物都敢吃，你们以为那只是吃一顿饭？你吃进去的每一口怨气，都在把你的神识往下山道里拖拽。讲到这里，你们可能心里稍微松了一口气。有的人会想，南师啊，这前面4关我都听明白了，我不贪财，也不溺爱儿女，我不随便发脾气，也绝不去吃喝玩乐，我老老实实的修行，天天数着念珠做功课，甚至到处捐钱盖庙，我活得干干净净。这下我总该拿到去极乐世界的车票了吧？千万别高兴得太早，前面这4道催命符对付的都是世俗里的普通人，可是这最后一道催命符往往专挑那些修行最用功、做善事最多，甚至有些名望的老修行下手。这最后一道催命符，它的名字叫做对名相与功德的死咬不放。佛学里有个专门的词叫法执。很多人听了前面4关，心里可能觉得松了一口气，觉得这几条自己都没犯。有的人甚至会在心里暗暗得意，南师啊，我不贪财，也不溺爱儿女，我不随便发脾气，绝不去吃喝玩乐，我活了大半辈子，
天天吃斋念佛，手里拨着念珠，每逢初一15必去庙里捐香油钱。我盖过庙，印过经书，我还经常去放生。我这一辈子可以说是干干净净，积德行善。这下我总该拿到去极乐世界的车票了吧？我告诉你们，如果你心里升起了这么一丝得意的念头，如果你把你做的这些善事像记账一样一笔一笔清清楚楚地记在脑子里，那你恰恰就掉进了这最深的一道陷阱。你们要晓得，世间上最难放下的还不是金钱和儿女，而是那个我。当你做善事修功德的时候，你心里始终有一个我在做善事，有一个我在积累功德，有一个我是个大善人。你捐了1万块钱，虽然嘴上不说，但心里恨不得菩萨马上给你发个奖状，或者保佑你孙子考上好大学。你今天念了1万声佛号，就在本子上画个圈，心里美滋滋地想，哎呀，我又攒下了一大笔去西方的盘缠。这叫什么？这就叫死死咬住了功德不放。你以为你是在修行，其实你是在跟老天爷做买卖。你用你的善行在你的神识上套了一层又一层金光闪闪的枷锁，这种带着极强目的性和执着性的善举确实能给你带来极其巨大的福报。可是因为它里面唯独缺少了一样最关键的东西，清净无为的智慧。到了临终的时候，这股巨大的福报就会把你变成一只极其华丽极其富贵但依然愚痴的畜生。这个道理佛法讲得再清楚不过了。佛经里有一桩流传了千古的公案，那是在迦叶佛的时代，有2兄弟一起出家修行。这2兄弟的性格和路子完全是南辕北辙。哥哥呢是个非常热心肠非常能干的人，他天天忙着在外面化缘，到处筹款建大殿树精神，给穷人布施施粥。他一辈子都在做这些有形有相的大功德。可是你要叫他静下心来打打坐，参悟一下佛法的真理，让他修清净心，他根本坐不住。他心里总是盘算着今天还有多少砖没买，明天还有几个施主没去拜访，他走到哪里信徒都对他恭恭敬敬，称赞他是大菩萨。他听了心里那个舒坦啊，觉得自己的功劳比天还大。弟弟呢刚好相反，弟弟每天就躲在深山茅棚里，闭门不出，苦修禅定，专心参悟天地宇宙的真理，一点都不去管外头那些繁华热闹的事。当然他也从不去化缘结交信徒，所以他一点世俗的福报都没修下。就这样2兄弟过了一辈子，后来都圆寂了。到了释迦牟尼佛的时代，这2兄弟又轮回转世了。那个在深山里苦修的弟弟，因为一辈子修清净的智慧，这一世终于大彻大悟，证得了罗汉果位，有了极其高深的道行。可是因为他前世根本没有修过布施，没有结过众生缘，他这一辈子福报极其微薄。微薄到什么程度？哪怕他是位大罗汉，他拿着钵盂去城里化缘，常常是一整天连一口馊饭都讨不到，饿得骨瘦如柴，肚子贴着后背。有一天，这位饿着肚子的罗汉弟弟端着一个空空的钵盂，步履蹒跚地走在国都的大街上，正好迎面走来了一支极其浩荡极其气派的皇家队伍。走在队伍最前面的是国王最宠爱的一头大白象。这头大象那叫一个威风，全身上下披着极其名贵的丝绸，象牙上套着黄金打的环，脖子上挂着一串串大拇指那么大的珍珠璎珞，走起路来金玉相击，叮当乱响。
他住的是雕梁画栋的皇家相房，吃的是别人洗得干干净净，切得整整齐齐的甘蔗和最顶级的瓜果，身边还有好几个人专门伺候给他洗澡。那福报简直比世间绝大多数的人都要大得多。可是当这位饿着肚子的罗汉弟弟抬起浑浊的眼睛看向这头浑身挂满珠宝的大象时，他先是愣了一下，紧接着眼泪就在眼眶里打转了。他用天眼通一看，这头大白象不是别人，正是他前世那个到处修桥补路大做功德的亲哥哥。罗汉弟弟叹着气，拄着拐杖走到大象面前。那头大象本来正嚼着甘甜的水果，看到这个瘦骨嶙峋的和尚走过来，突然也停下了咀嚼，两只大耳朵扇了扇，眼神里透出一种莫名的熟悉和迷茫。罗汉弟弟凑到大象的耳边，极其悲凉地念了4句：修慧不修福，罗汉托空钵，修福不修慧。大象皮璎珞翻译成大白话就是我前世光顾着自己打坐修智慧，不肯去帮助别人积攒福报，结果今天就算成了圣人，也只能端着个空饭碗挨饿。而你呢，我可怜的哥哥，你前世做了那么多善事，修了天大的福报，可是你唯独没有修那颗清净放下不执着的智慧心。现在你的福报兑现了，你有吃不完的好东西，身上挂满了金银财宝，可是你却因为没有智慧被法之所死，变成了一头披毛戴角的畜生。那头大象听完这4句话，浑身猛地一震，他的前世记忆瞬间被唤醒了。他想起了自己曾经是一个受人尊敬的大和尚，想起了自己为了修建大殿跑断了腿，想起了自己在信徒的赞美声中那种飘飘然的傲慢和沾沾自喜。大象那一双巨大的眼睛里突然涌出了滚滚的泪水，顺着粗糙的脸颊大滴大滴地砸在青石板上。从那天起，这头大象再也不肯吃一口甘蔗，不肯喝一口水。他在极度的羞愧和忏悔中绝食几天后就死去了。你们想想看，这个故事有多么的震撼人心。你们要晓得，哪怕你做的是世间最伟大的善事，哪怕你建了100座大庙，只要你心里还死死抱着那个我做了好事的念头不放，你就是那头披满璎珞的大象，福报是真金白银地给到你了，让你享受最好的待遇。但你因为执着于功德的相，你的心不清净，你的神识被这些骄傲贪名自以为是给糊住了，你就跳不出6道轮回的网。你的频率依然是那种世俗的充满占有欲的频率，最后只能去畜生道里做一个享受着荣华富贵的宠物或者神物。在座的各位老哥哥老姐姐，你们平时在家里是不是也常常犯这个毛病？你们对着儿女说，我这辈子为了你们吃了一辈子的苦，好东西全给你们吃了，你们怎么一点都不懂感恩？你们去庙里烧香，心里是不是在念叨菩萨啊，我今年又捐了2000块钱，你可得保佑我家老头子身体健康，保佑我孙子顺顺利利考上公务员啊。如果你是带着这种心态在过日子，在修福报，我告诉你，你这就是在自己的脖子上挂璎珞。你付出了，你做善事了，所以儿女养着你，给你买好吃的，带你去旅游，这就是你的福报。可是你天天在家里邀功，天天数落别人，不懂感恩，你的心胸变得极其狭隘，极其自私，满脑子都是委屈和计较。这种没有智慧的福报，最后只会让你带着极大的幽怨厌气，下辈子换个畜生的身子，继续回到这个家里来，承受这种愚痴的纠缠。
你看，贪财、痴情、傲慢、贪欲、法执，这5道催命符，我们今天全拆解清楚了。无论是腰缠万贯的大老板，还是为了儿女操碎心的老母亲，亦或是天天烧香拜佛的大居士，只要你死死咬住某一样东西不肯松口，生死关头那一刻，那股重如泰山的惯性直接就把你拖下去了。听到这里，很多人可能已经吓出一身冷汗了，心里直犯嘀咕，南师啊，照你这么说，这也不能执着，那也不能牵挂，那我这钱干脆全扔了算了，我儿女我也不管了，我干脆跑到深山老林里去等死好了。错，大错特错。佛法在《金刚经》里讲因无所住而生其心，这句话被2000多年来无数人念得滚瓜烂熟，可是全念歪了，以为无所住就是像块木头一样，什么都不要了，心如死灰。错，大错特错。你们要晓得，真正的放下绝不是让你在表面上变得冷血无情，更不是让你逃避世间的责任。老祖宗讲的修行不是在深山老林里，恰恰是在你们家的灶台前，在你们每天面对的柴米油盐和鸡毛蒜皮里。什么叫无所住？老祖宗有一句极其高明的话，叫过化存神。也就是说，这些钱财、名利、亲情，就像是从你手里流过去的一股水，你用这股水来浇花、洗菜，给一家人做饭，你把日子过得干干净净、漂漂亮亮。可是水流过去就流过去了，你的心里绝对不留一丁点泥沙。你在世间尽你的本分，该带孙子带孙子，该给儿女帮衬就帮衬，去菜市场买最新鲜的肉，给小孙子炖一锅好汤，你看着他吃得满嘴是油，你心里也跟着欢喜。这叫什么？这叫生其心。生的是慈悲心，是本分心。可是吃完这顿饭，嘴巴一磨，这事儿在你心里就必须彻底翻篇。你绝对不能在心里暗暗记上一笔账。哎呀，我今天为了给你买这块肉跑了3条街，或者心想我给这家里当牛做马付出这么多，你们所有人都得听我的。一旦你心里起了这种邀功、占有、控制的念头，你那个心立刻就被黏住了，这就是执着，这就是有所住了，这就是在给自己打那条堕入畜生道的铁链子。这个道理很简单，你活在这个世上，要把自己当成一个住店的客商，这家店的老板就是因果法则。你在这个房间里住着，你把床铺收拾得干干净净，对店里的伙计和同住的客人都客客气气，可是你心里非常清楚，这店里的花瓶再好看，那不是你的，这床铺再软，你明天一早就得退房走人。你既然是个过客，你跟这店里的盆盆罐罐较个什么劲？你跟那些注定要散的过客结那个天大的恩怨干什么？你只有在活着的时候，平时在家里，遇到受委屈的时候，遇到别人不理解你的时候，在心里练就这套，一切都是过客，缘来缘去都不沾身的功夫，等到你真正躺在病床上的那一刻，你才能过得了那个最难最可怕的生死大关。诸位老一辈，你们有没有认真想过，人断气的那一瞬间到底是个什么光景？那绝对不是电视上拍的那样，眼睛一闭，头一歪，安安详详就睡过去了。我告诉你们，那是一场极其惨烈、你死我活的灵魂搏杀。佛法讲得很清楚，人临死的时候，肉身要经历4大分离，你身上的土水火风这4大基本元素要强行散开，那个时候你的感觉是非常恐怖的。在这种肉体受到极大折磨、痛彻心扉的时候，你的脑子是极其混乱的，各种幻象都会跑出来，
如果你平时没有练过我们刚才说的那个不沾身的功夫，那个时候所有你这辈子最放不下的东西全都会变本加厉地冲到你面前来讨债。你躺在那儿闭着眼睛，可能听见耳边大儿子在哭，小女儿在喊，更可怕的是你可能听见他们为了你那点存款还在病房外面压低了声音争吵。那个时候你心里像刀绞一样痛，舍不得这个，恨透了那个，委屈的要命。你脑子里密密麻麻全是你这辈子的家底，你的委屈，你的不甘心。你们想想看，就在你心里这团乱麻绞得最紧，你最痛苦最愤怒的这一刹那，你的呼吸彻底停了，咔嗒一下，你的神识脱离开肉体。而在这一瞬间把你往前拖的不是什么慈悲的佛菩萨，而是你最后那一刻极其强烈的贪恋和嗔恨，也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财情气欲功德。这五道催命符它们合成了一股极其强大的吸力，直接把你拽进了下三道，你连极乐世界的一丝光亮都看不见，因为你满脑子全是那些带不走的烂账。所以什么叫生死关头的搏杀，就是在你临终痛得死去活来，脑子快要散架的那最后几分钟里，你必须对自己狠一点，极其残忍的狠一点。你要用尽你这辈子修行攒下来的所有定力，在心里大喝一声，这一切全都是假的，全都是要散的。你要在心里非常清楚地告诉自己，床边哭得再大声的，那也是一世的因缘，缘分尽了，我帮不了你们了，个人有个人的命，再见。不管你那存折上有7位数字还是8位数字，你要明白，那已经是废纸一堆了，谁爱拿谁拿去，跟我半毛钱关系都没有。别人怎么骂你或者怎么夸你是大善人，你也得狠狠地切断，全是放屁，这都是带不走的名相。你的心必须在这一刻像一把极其锋利的金刚大刀，把所有的牵挂，所有的贪恋，所有的傲慢，所有的委屈，一刀两断，切得干干净净，连一丝丝的藕断丝连都不能有。只要你的心不被这些凡尘俗事勾住，哪怕你只是保持了1秒钟彻底的清明和放下，你那个沉重的神识瞬间就会变得轻盈无比，就像是一个被砍断了缆绳的热气球一样，嗖的一下就升上去了。这个时候你顺着心里那种清净的光明的力量走，你就彻底跳出这个6道轮回的火坑了，你就真正自由了。可是老哥哥老姐姐们，说起来容易，做起来简直难如登天啊！你平时一根针扎在手上都要喊痛半天，别人说你一句坏话，你能气得3天睡不着觉，等到你4大分离痛得死去活来的时候，你怎么可能突然之间就放下了？你怎么可能做到一刀两断？所以这保命的功夫，这救命的底气，绝对不能等到躺在病床上才去练，必须下在平时活人的时候。怎么在这个红尘里把那几口真气聚起来，怎么把那几条惹祸的后路给斩断。接下来我就来给你们教个实底，教你们几招极其管用极其落地的保命招数，只要你照着做，你就能把自己的后半生，甚至你下一世的去处，稳稳当当的托在自己手里。这保命的第一招，我告诉你们，就是要在你活着的时候，身体还硬朗，脑子还清楚的时候，把你手里的钱财彻底划清界限。很多老人家为什么临死前放不下存折？因为他这辈子一直觉得这笔钱是我的，是他安身立命的根本，他一天没咽气，这笔钱他就得死死抱在怀里。你们要晓得，佛法讲得很清楚，你越是死死抱住一样东西，
这样东西就成了吸你精气神的妖怪。那在家里具体该怎么做？这个道理很简单，你选个阳光明媚、心情大好的日子，自己静下心来，把手里的钱分一分，这一部分是留给自己老两口看病养老，平时买菜生活的钱，这叫活命钱。剩下那些大额的存单，或者准备留给儿女的房子，你干脆利落的找个律师，或者找个公证处，明明白白的立下一份遗嘱。这遗嘱一立完，字一签，印泥一按，你从那个公证处走出来的时候，你就要在心里对着天地深深的吐出一口气。你要在心里大声告诉自己，从今天起，这些身外之物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了，这些钱只是暂时寄存在我这里的数字，儿女以后拿得到拿不到，那是他们自己的福报。你不要再去天天翻那个铁盒子，不要半夜醒来再去背那个存折密码，你就把这些钱当成是别人家的钱，你只是个代为保管的会计。你想想看，会计替老板管着几千万，他临死的时候会因为舍不得老板的钱而痛哭流涕吗？绝对不会，因为他知道那不是他的。你只要在心里把这层窗户纸捅破了，把我的这2个字从这笔钱上摘干净，你心里的那只守财蛤蟆当场就饿死了。等你到了4大分离，躺在床上的那一刻，你脑子里清清爽爽，根本不会因为一串数字被拖进畜生道。这第2招比钱财更难，但你必须得过，那就是对你最疼爱的儿女狠下心来，实行彻彻底底的精神断奶。我常常看到很多老母亲、老父亲60、70岁了，还在为40、50岁的儿子操心。儿子今天下班晚了没吃饭，老母亲在家里急得团团转。你们以为这是爱？我告诉你们，这就是最可怕的吃毒。你这种无时无刻不在牵挂的怨妇心态，不仅会把你自己的神识熏得乌烟瘴气，还会变成一股极其沉重的阴气，死死压在你的儿女身上，把他们的家运都给压垮了。怎么练习精神断奶？从今天开始，管住你的嘴，管住你的心。儿女要是成家搬出去了，他们那个小家里的事情你一概不要管。儿媳妇买的菜你不爱看，闭嘴。儿子教育孙子你觉得不对，转身回你的房间去。你每天给自己定个规矩，除了必要的生活问候，绝不去脑子里反复琢磨他们的事情。要是心里那种挂念的瘾又犯了，又想给儿子打电话问长问短了，你就狠狠掐自己一把，马上转身去念100声佛号，或者出去找老朋友下盘棋，跳个广场舞。你要在心里反复跟自己说，个人头顶一片天，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因果，有老天爷管着，用不着我这个半截身子入土的老骨头瞎操心。你只有在平时眼睁睁看着儿女吃点亏，受点苦，而你能够咬着牙不去干涉，你这颗心才能慢慢变得独立清明。这种断奶的功夫练熟了，等你最后那一天到来的时候，你看着床边痛哭的儿女，你心里升起的才是真正的慈悲，而不是愚痴的执着。你会很坦荡地想，缘分尽了，我这辈子不欠你们的了，再见。就这一念的坦荡，铁链子当场崩断，你瞬间就能超脱。第3招也是最能积累清净大福报的一招，叫做练习做完就忘的无相不施，也就是老祖宗讲的3轮体空。平时在生活里，你肯定要做善事，不管是给路边的乞丐5块钱，还是去寺庙里做义工扫地，或者是给受灾的地方捐几百块钱，做了就做了，这非常好。但是做完之后，
那个考验才刚刚开始。很多人做完一件好事，回家恨不得给老伴说3遍，给邻居说5遍，甚至过了1个月还要翻出来念叨，上次要不是我帮他，他哪有今天啊？你只要一念叨，这功德立马就变成了套在你脖子上的冥相枷锁，你的清净心全漏光了。你应该怎么练？下次你去庙里做义工，你挑一个最没人愿意去的角落，默默地把它打扫得干干净净，别让其他居士看见。扫完把扫帚一放，拍拍手上的灰，转身就走，连个名字都不留。你给需要的人捐了钱，转账成功的那一秒，立刻就把这事从脑子里删掉，就当这笔钱是你走在路上不小心弄丢了，别人不知道你做了好事，菩萨知道吗？老天爷知道吗？天地间的因果契机清清楚楚。更重要的是，你不记账，你心里就没有那个高高在上的大善人的价值，你不去贪图那个回报和赞美，你的心就是极其谦卑极其干净的，这种没有污染的福报才叫真正的功德。你带着这种完全透明的功德到了临终，那才是真正能把你往极乐世界托举的巨大莲花，绝对不会让你变成什么披金戴银的畜生。好了，今天啰里啰嗦，把生死关头最吓人但也最真实的因果道理给你们掰开了，揉碎了，讲得清清楚楚。我知道你们年纪大了，有些东西听过容易忘，我最后再给你们像敲黑板一样复盘一遍。这几句话你们一定要刻在骨头里。这世上最大的危险不是没钱，而是福报极大却死咬着不放，贪图家产不放手的，来生多半是护食守屋的动物，溺爱儿孙，感情重的化不开的，最容易变成自家的宠物牛马，仗着有福报就脾气大，看不起人的，死后多半成了受人鞭打或者深山里的精怪，纵欲过度，贪吃活物海鲜的，神识混浊，直接堕入水族飞禽。哪怕是天天行善，却时时记着自己的功德，天天想着自己是大善人的，最后也不过是变成一头披着珍珠玛瑙的鱼翅大象。想要保命，想要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体面转身，就必须在平时练习过化存神，钱财分配好，当个尽职的会计，不再贪恋，对儿女狠下心，精神断奶，个人因果个人了，做善事全凭本心，做完就忘，绝不挂齿。只要你把这几招练熟了，临终4大分离的时候，管他耳边是哭声还是骂声，你都能金刚怒目，一刀两断，干干净净地跟着那道清净的光明走。讲到这里，我真诚地跟诸位老朋友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我常常讲，最好的风水在哪里？绝对不是你家门口摆个石狮子，也不是你祖坟埋在一块什么宝地上。最大的改命，最好的风水，其实就是人心。是你在听懂了这些天地法则之后，去改你的念头，改你的行为，从而改变了你未来的果报。今天你们能安安静静地听完这上万字的解说，这就是你们自己前世修来的善根发芽了。但是老祖宗有句话叫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在这个世上，不知有多少老哥哥老姐姐现在还天天为了儿女的婚事急得整夜失眠，为了家里那点分房子的财产跟兄弟姐妹斗得像仇人一样，甚至有的还在到处求神拜佛，希望自己这辈子的福报千万别断了。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正一步一步走向极其可怕的轮回深渊。如果你觉得南老师今天讲的这些因果玄机
对你有所触动，让你心里突然亮堂了，那我请求你一定要动动手指，把这篇解说转发到你的家族群里，发给你的亲戚朋友。老同学，你不要觉得这只是在凑热闹，分享一个视频，你们要晓得，你这一次转发，这就叫法布施啊！你这一句不经意的提醒，可能就让一个本来要掉进地狱畜生道的老伙计突然放下了手里的执念，可能就让一个为了儿女耗尽了全部精气神的老母亲突然明白了精神独立的道理，从而挽救了他自己，也挽救了他儿女的家运。你帮别人少造了一场业，少走了一条弯路，老天爷这笔功德是会实打实地记在你的账上的，这就是在为你自己和你自己的子孙积攒无量无边的福报。如果你觉得我今天讲的对你有帮助，请你给南老师点个赞，点个关注。更重要的是，千万不要让这股气机就在这里断了。文字是有力量的，人的念头是有极其强大的能量的。我希望所有看到这里的朋友都能在评论区留下你们的善言，你们可以根据今天听懂的道理，在评论区写下一句愿家宅平安，万事随缘，或者是愿放下执念，往生善道。你们要知道，千万人的善念汇聚在一个地方，那形成的能量场，那个正向的磁场威力是不可思议的。你在评论区写下的这句祈福，不仅是给别人看的，它更会化作一股极其清净祥和的气机，深深地回向到你自己和你的家人身上，护佑着你们在这滚滚红尘中逢凶化吉，福慧双修。